姐姐重生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嫡女的位置讓給了我。前世她成了端莊的嫡長女，卻被大夫人逼着撥算盤、看賬本，熬成了京城最無趣的女子。而我跟着寵妾趙姨娘歌舞雙絕，連她最愛的小侯爺都翻牆來求娶我。嫡庶不重要，我只爱你的鮮活。姐姐發瘋殺了我。重回玄母那天，她迫不及待地撲向趙姨娘，還挑釁地看了我一眼。她以為趙姨娘教的是療心術，卻不知道大夫人教的是執旗拳。她想做籠子裡最美的金絲雀，而我要做這京城最有錢的主人。姐姐，這一世希望你別哭。宋姨娘下葬那天，楚府連場像樣的喪事都沒辦，我站在廊下，看着那口棺材被抬過月亮門，連個白燈籠都沒掛。身邊的姐姐楚昭蘭攥着我的手，指尖冰涼。7日後，父親把我們叫到正廳，廳裡燒着炭盆，暖意從腳底往上竄。我低着頭，餘光掃到對面端坐的女人，大夫人，楚府的當家主母，穿一身墨綠素面被子，坐在那裡，脊背挺得筆直。夫人，这2個姑娘沒了母親，甚是可憐，不如你將其中一個養在身邊。大夫人沒接話，父親又說：我知你身子不好，同時養2個怕是照應不過來，剛好趙姨娘她也沒有孩子，另一個叫趙姨娘代為照料就好。大夫人端起茶盞，揭蓋，撥了撥符页，自始至終沒看她一眼。我在心裡默默數了3個呼吸。姐姐動了。楚昭蘭鬆開我的手，衝到爹身側，拽住他的袖子。爹，女兒想跟着趙姨娘。爹手裡的茶碗頓住了，他偏過頭看向大女兒，滿臉意外。這個女兒他一直偏疼幾分。楚昭蘭生得更像宋姨娘，眉眼間那股子明豔勁兒，讓他每次看到都會想起早逝的愛妾。蘭兒，你這是什麼話？爹，我真的想好了，趙姨娘性子好，女兒跟着她自在些，就讓大夫人收養妹妹吧。胡鬧，跟着夫人那就是嫡女的身份。楚昭兰打斷了他，聲音裡帶着一股決絕，這股決絕太過生硬，落在我耳朵裡，倒像是排練過無數遍。當然是排練過的，上一世的記憶在腦海裡翻湧，大火、濃煙、姐姐瘋狂的笑聲，然後是某種古怪的拉扯感。再睜眼，我又回到了7歲，姐姐也回來了。楚昭蘭心裡打的什麼算盤，我一清二楚。上輩子姐姐跟着大夫人，天不亮就被婆子薅起來念書、學算盤、看賬本，過得跟個小老媽子似的。而我跟着趙姨娘學唱戲、學跳舞，穿最時興的衣裳，去最熱鬧的雅集，被京城的王孫公子們簇擁着叫第一美人。那個小侯爺更是直接上門求娶，姐姐活活被氣瘋了。所以這一世我要搶走那條好命的路。楚昭蘭已經不等楚景紅答應，慌慌張張往外走了。經過我身邊時，腳步故意放慢了半拍。她側過臉，衝我彎了彎唇，聲音壓得極低，只有2個人能聽見。這一世，你來做這個受盡苦頭的嫡女吧。你可知道你母親的喪儀為何辦得那樣寒酸？我沒動，我看着姐姐的背影消失在門口，然後轉過身，走到楚夫人面前，端端正正地跪了下去。母親在上，女兒楚昭華給母親請安。楚景紅愣了愣，想說什麼，看了看楚夫人的臉色，終究沒開口。她站起來，理了理袍角，腳步匆匆地往外走，大約是去趙姨娘那裡了。廳裡一下子空了，楚夫人低頭看着跪在地上的我，許久沒有叫起。跟我來。我跟着楚夫人穿過2道回廊，進了後院正房。推門進去的一瞬間，我做好了心理準備。饒是如此，還是被那股冷清勁兒震了一下。房裡沒有一件多餘的東西，八仙桌、太師椅、一架素面屏風，窗下條案上供着一尊觀音，旁邊擱了一盞銅香爐，青煙裊裊。牆上沒有字畫，桌上沒有花瓶，就連窗戶上的紗都是最素的月白色。這是楚府當家主母的臥房。趙姨娘屋裡的一扇漏花窗屏，只怕都比這整間屋子值錢。楚夫人在蒲團上坐下，閉了眼，檀香的味道淡淡的，裹着寒意，貼着人的皮膚走。你很失望吧？我沒有立刻回答。上一世，姐姐被領到這間房裡，據說臉上的嫌棄幾乎要溢出來。當天晚上就跑去跟丫鬟抱怨，說大夫人這裡活像個廟，早知道不如不來。那些話隔天就傳遍了楚府。趙姨娘笑了3天。我走到條案旁邊，打開香盒，撿了一塊沉水香，擱進銅爐裡。女兒覺得屋子乾淨些好。我頓了頓。外頭那些金的玉的，瞧着是熱鬧，可一到晚上關了門，熱鬧就全是別人的了，倒不如這一爐香，只熏自己的衣裳。窗外的日光斜斜地穿過月白窗紗，落在青磚地面上，拉出一道亮堂堂的白影。楚夫人睜開眼，她轉頭看向我這個7歲的小丫頭。我低眉順眼地站在香爐邊上，個子矮，下巴剛剛夠着條案的邊，手指頭還帶着嬰兒肥，捏香的動作卻很穩當，倒是個有意思的。楚夫人的聲調沒什麼起伏，聽不出是誇還是試探。也罷，你既然跟了我，往後便是我教養你。醜話說在前頭，我教的東西枯燥得很，規矩也重。你那姐姐從前在我這裡沒熬過3個月，就鬧着要走。我心裡一跳，大夫人記得上一世的事？不對，大夫人說的是從前。楚昭蘭被收養後，確實只安分了不到3個月，後來天天哭鬧，鬧到楚景紅面前去告狀。大夫人說的是上輩子的從前，但她自己並不知道有上輩子這回事。我穩住心神，垂手站好。夫人教什麼，昭華就學什麼。楚夫人盯着我看了好一會兒，忽然問了一句不相干的話：你可知道你母親的喪儀為何辦得那樣寒酸？我一愣，是你父親的意思。他怕喪事辦大了，擾了趙姨娘的好心情。棺材板都是趙姨娘院裡的管事去買的，什麼價錢，什麼木料，你猜猜？我沒猜，我不用猜。我的手指微微蜷起來，縮進袖子裡。楚夫人站起身，
走到我面前，居高臨下。我不教你唱歌跳舞，不教你打扮穿戴，不教你讨男人的欢心，我只教你一样东西。我抬起头，楚夫人从袖中抽出一本蓝皮簿子，丢在桌上，封面3個字：楚府賬。我教你怎么當家。窗紗外隱約傳來趙姨娘院子裡的絲竹聲，那是姐姐新生活的序曲。我伸出手，把那本賬冊捧了起來，堆積如山的賬目在我眼前鋪開，算盤架在桌前。大夫人持一枚戒尺，神情冷淡。要專注，分心超過3次，我會打你的手心。學看賬的確是枯燥的，不比詩詞風月，這些數字叫人頭痛。什麼是進賬，什麼是支出，算清楚已經十分不易，更別說從中分析出什麼門道來。田莊上一季的糧食收了多少擔，折銀幾何，刨去佃戶的口糧、種子錢、運送的腳力費，最後淨賺幾兩幾錢幾分。我一筆一筆地撥着算盤珠子，撥到第3遍，3次算出來的數竟然各不相同。大夫人就站在我身後，也不催也不罵，只等着。那種安靜的壓迫感比罵人還管用。我硬着頭皮算第4遍，總算和賬簿上的數目對上了，長舒一口氣。我剛想端茶潤嗓子，目光一瞥，旁邊還落着6本沒翻的，這口氣又吸了回去。日子久了，我不時也會昏昏欲睡，眼皮打架，腦袋一點一點的往下栽。這時大夫人的戒尺就會落在我的掌心，其實她打的並不痛，更像是提醒，但我還是一個機靈坐直了身子。大夫人收起戒尺，低聲道：很辛苦吧？我搖搖頭，想了想，又點頭，是很辛苦。大夫人眸光一暗，我接着說：可是我知道，如果我不會這些，以後嫁出去做了主母，管家理賬全要仰仗旁人，底下的管事婆子、採買的小厮，個個都是人精。我糊塗1分，他們就敢貪我10分，到時吃的苦可比現在多得多。人總要吃苦，女兒寧可吃學習的苦，也不想吃無知的苦。大夫人看了我一會兒，沒說話。她拿起我剛算完的那頁賬，翻來覆去的看了2遍，指尖點在其中一行上。這筆莊頭報上來的運糧腳力費，你覺得合理嗎？我湊過去細看，從莊子到京城50里路，運600擔糧，報了12兩銀子的腳力錢。說實話，我哪知道合不合理，但我記得前幾頁有一筆類似的，翻回去一對，同樣的路程，差不多的糧數，上一季只報了8兩。多了4兩。我說，大夫人點了點頭，語氣依舊淡淡的，可我分明看見她眉梢動了一下。能看出來就沒白學。就這麼一句，我高興了一整天。她其實是個很好看的女子，眉目依稀可見當年的清秀，只是現在素衣禮佛，髮間連一根多餘的簪子都沒有，整個人沉在一片寡淡的顏色裡。我有時想，她年輕時候是什麼樣呢？應當是很飒的。其實我很喜歡她，她雖然對我永遠是淡淡的，從不說什麼疼愛的話，卻會在天涼換季時，半夜悄悄來幫我掖好被子，再悄悄離開。有一回我沒睡着，感覺到被角被人塞好，還以為是丫鬟，睜眼一看，大夫人端着一盞小燈，正往外走。她的背影瘦弱，落在牆上長長一條影子。我翻了個身，把被子裹緊了些，暖的。但我爹不喜歡她，素日裡很少來我們的院子。有一次我問身邊的老嬤嬤，爹為什麼不來？老嬤嬤欲言又止，末了只嘆了口氣，老爺嫌夫人的院子冷清，沒意思。沒意思。我琢磨了一下這3個字，大夫人不會撒嬌，不會說軟話，不會在爹面前掉眼淚博同情。她做的是管家、理賬、教孩子，哪一樣都有用，哪一樣都不好玩。男人要的偏偏是好玩。那天傍晚，我爹總算來了，他每個月會來一次大夫人這裡，坐上個把時辰，算是給正妻的面子。院子裡的下人提前2天就開始張羅，從廚房到堂屋，裡裡外外收拾了個遍。丫鬟們走路都帶風，臉上也帶着少有的輕快。可這次爹做了還沒半個時辰，茶都沒喝完一盞，院子外面就傳來了唱戲聲：鴨鈴般水鬢4刀裁，小顆顆芙蓉花額兒窄，代步梳妝盼娘左猜，不免插金釵，一半蓬鬆一半歪，唱得婉轉嬌媚，隔着院牆都勾人。爹手裡的茶盞停在半空，忍不住問下人：誰在唱？下人道：是趙姨娘在教蘭姑娘學唱歌呢。爹的眼神就飄了，片刻後，趙姨娘便帶着一陣脂粉香氣走了進來，她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，牽着同樣花枝招展的楚昭蘭，母女倆一進門，整間屋子都亮了3分，當然是那種胭脂水粉堆出來的亮。楚郎聽見蘭兒唱歌了，是不是比我當年唱的還好呢？我爹眉目微展，想當年你在湖心亭與我出獄唱的也是這首曲子，沒想到楚郎還記得。奴家這嗓子如今是不比當年了，好在能將這些交給女兒。蘭兒，請你爹爹去房裡再唱一遍如何？楚昭蘭立刻乖巧地上前，拉住我爹的袖子，搖了2搖。爹爹，我和姨娘都想你了，院子裡還備了茶水果子，爹一邊吃一邊聽我唱好不好？他拉袖子那個勁兒拿捏得恰到好處，又嬌又黏，不給人拒絕的餘地。他和趙姨娘一左一右，巧笑倩兮。不過片刻的功夫，我爹已經被拉走了。走的時候連一句我再坐會兒都沒說。大夫人的房間裡只留下一地的寂靜，桌上那盞茶還冒着熱氣，幾個小丫鬟面面相覷，難免露出沮喪的神色。老爺1個月就來這麼一次，還被搶走了，而且搶得這樣容易，跟牽頭驢似的。當然，這句話我沒說出口。夫人，那這菜是上還是不上？今晚的許多菜都是小廚房得知老爺要來，特意做的。灶上忙了一整天，光是那道珍珠烩八仙就熬了3個時辰的高湯。大夫人還沒開口，我站了起來。上啊，為什麼不上？我說我爹不吃，我們吃。丫鬟們愣了一下。怎麼？難道男人不來，咱們女人就連飯也吃不了了？我走到桌邊，利索地擺好碗筷。上，都上。
今天有珍珠烩八仙是吧？我最爱这道菜，一个人都能吃掉一盆。你们谁还没吃的，都搬凳子过来。掌勺的胖婶从厨房探出头，姑娘当真，这可是8个人的分量。那就先上半盆，剩下半盆给你们留着，别糟蹋了好东西。丫鬟们被我说的精神一振，搬碗的搬碗，端菜的端菜，筷子碰着盘子叮叮当当的响，整个屋子重新热闹起来。大夫人没动筷子，就坐在那儿看着我们忙活。我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她碗里，夫人也吃。厨房胖婶的手艺这么好，不吃才是浪费。大夫人低头看了看碗里的菜，良久，少见的笑了一声：“好丫头，是个争气的。”从此之后，大夫人就常叫小廚房做這道珍珠燴八仙。我吃了無數碗，仍然沒能再見到爹。他幾乎日日留在趙姨娘那裡，府裡得了什麼新鮮的好吃的、好玩的，他也都先緊着趙姨娘和楚昭蘭。有時賞賜會送到大夫人院裡一份，不過都是挑剩下的，連丫鬟們看了都不太高興。大夫人照單全收，臉上看不出什麼情緒，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。白天的時候，楚昭蘭見了我，笑得耳墜都在亂晃。瞧見了嗎？嫡女又如何？爹的心在誰那兒，誰就過得尊貴體面。他上下打量我身上的素色衣裳，嘖嘖兩聲。你那老太婆是個廢物，你就等着跟她學成個小廢物吧。我前兒跟爹去逛金玉坊，爹給我買了副赤金鑲紅寶石的頭面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他等着看我難過的要哭出來的表情。我把手裡的賬本換了個方向拿，字朝着他那面。姐姐，你認得這上面的字嗎？楚昭蘭一愣，我收回賬本，聲音平平的：姐姐，你有沒有想過，小曲兒這種東西是戲子才唱的？趙姨娘現在能讓你唱小曲兒來邀寵，以後就能作踐你更多。楚昭蘭的臉色變了，她張了張嘴，想反駁，卻一時找不出話來。但不過片刻，她就撇了撇嘴，笑了出來。你不過是嫉妒，等着吧，往後你有更多的苦要吃。說完，她轉身就走，走了幾步又回頭補了一刀。對了，爹說下個月帶我去看賽龍舟，你要是想去，求求趙姨娘，她心善，說不定帶上你。我沒接話，她走遠了，裙擺上的金線在陽光下一閃一閃的。可其實我並沒騙她，前世趙姨娘也是這麼對待我的。她教我唱曲，教我跳舞，讓我給爹表演各種各樣的才藝。我以為她疼我，以為我是她的親生女兒，她當然盼着我好。那時候府裡只有大夫人和趙姨娘，大夫人不得寵，趙姨娘憑借這些就已經足夠留住爹。可後來爹又納了年輕貌美的新人進來，新姨娘年方17，比趙姨娘小了整整一輪。趙姨娘那些曲子和舞蹈就不夠看了。趙姨娘不得不上升手段，她給我下藥，讓我上吐下瀉，一連病了半個月。在我練舞的青磚地上抹了豬油，害我重重摔下來，膝蓋磕在磚腳上，血流了一地。等我病了傷了，她便去爹那裡心疼地哭訴：楚郎，你快去看看咱們的女兒吧，用這種方法把爹從新姨娘那裡拽回來。爹來了，她就趁機端茶送水，溫柔小意。等爹走了，她甚至都不來看我一眼。那些年，我渾身上下的傷就沒好利索過。有一回我燒得迷迷糊糊，隔着簾子聽見趙姨娘吩咐丫鬟：這藥別放太多，死了就不好使了。從趙姨娘身上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如果依照男人的寵愛過活，那便一生都要為了留住這份寵愛而和別的女人鬥，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，誰都能當棋子使。鬥下去，總有輸的那一天，贏了又怎樣？贏的不過是一個男人幾天的回眸。而大夫人，她不鬥，可她沒有輸。在那間清清冷冷的房間裡，田莊的莊頭來交賬，恭恭敬敬地站着，連大氣都不敢出。鋪子裡的掌櫃來回話，賬目清清楚楚，半點不敢含糊。丫鬟婆子、小廝家丁，上下井然有序，見了她就規規矩矩行禮，沒有人哄她、捧她、討好她，但也沒有人敢欺她、瞞她、糊弄她。這不靠男人的寵愛，靠的是真本事。重活一世，我要做這樣的主母。就這樣，楚昭蘭跟着趙姨娘繼續學唱歌跳舞，打扮穿戴，練習怎樣說話才動聽，怎樣走路才好看。而我跟着大夫人學管賬理家，打點上下，日子雖苦，但心裡是踏實的。有時候晚上算完最後一筆賬，吹滅蠟燭，躺在床上，我甚至覺得有種說不出的滿足。然後在學了大半年的賬目之後，我提出了一個新的要求：夫人，我想學劍。夫人手裡撥算盤的動作停了，她抬頭看我，目光裡有審視，有意外，還有一種我讀不懂的東西。她的房中的確有把寶劍，掛在牆角最不起眼的位置，劍鞘上的漆都暗了，穗子褪了色。丫鬟們擦灰從來不碰那個位置，大夫人也從未提起過。但我知道那把劍的來歷，從下人們的只言片語中，從老嬤嬤偶爾喝多了酒後的念叨裡，我一點點拼湊出了大夫人的過往。她出身將門，父親曾是鎮守西北的老將軍，15歲那年叛軍圍城，城中糧盡援絕，她的父親和兄長都被困在內城。是她一個15歲的姑娘，提着這柄劍，帶了12個家丁，從南門殺出去送信搬救兵。那一仗打完，他的名字傳遍了西北軍中。只是後來父親戰死沙場，兄長襲了爵位，娶了嫂子之後，家裡多了個當家主母，他這個妹妹就成了多餘的人。兄長草草給他挑了門親事，嫁給了身為五品文官的我父親。將門虎女配了個酸秀才出身的文官，誰都知道這樁婚事不般配。從此寶劍蒙塵，英雄氣短。上一世楚昭蘭很怕那柄劍，她說那東西陰森森的，像是要吃人，我卻覺得那柄劍一直在等一個人去拿起它。求夫人教我學劍。我站直了身子，盡量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瘦小。大夫人盯着我看了很久，屋裡安靜的只剩下檀香燃燒時偶爾發出的細微聲響。她的表情我看不分明，說不準是在回憶什麼，還是在掂量什麼。我的手心攥出了汗，我並不知道這把劍對她而言究竟意味着什麼，她是否願意再碰它。良久，大夫人轉過身去，只留給我一個清瘦的背影。我的心一下子涼了半截，早知道不該提的，她好不容易把那些往事放下了，我去接人家的舊傷做什麼？正當我垂着頭準備認錯的時候，大夫人已經走到了門口，她的腳步頓了頓，來院子
裡。我愣住了，扎个马步给我看。从那日起，我便跟着夫人练剑，说是练剑，头3个月连剑柄都没摸着，扎马步、跑圈、舉石鎖，每天累得倒頭就睡。夫人站在廊下看我，手裡端着茶，眉毛都不抬一下。她腰了，腳歪了，再來。冬天的時候，院子裡結了冰，我腳底打滑，一屁股摔在地上，尾椎骨疼得眼淚直冒。夫人放下茶杯讓我起來，我咬着牙站起來，繼續扎。那年冬天格外冷，我的手背凍得全是口子，握劍的時候一用力就往外滲血。丫鬟心疼，偷偷塞給我傷藥，我不敢當着夫人的面膜，只能晚上睡前塗了。第二天照練，夫人什麼都沒說。但第3天早上，我練功的石台上多了一副鹿皮手套，做工粗獷，不像女人家的東西。我猜那是夫人年輕時用過的。冬練3九，夏練3伏，最難熬的是夏天。別的姑娘躲在屋裡吃冰，我頂着日頭在院子裡揮劍。楚昭蘭有一回路過，撐着傘，身後跟着2個打扇的丫鬟，看了我一眼，曬得跟個黑炭似的，往後誰敢娶你？我擦了把汗，懶得搭理他。爹昨日給我買了一堆赤金鐲子，你見過沒有？沒有，忙着呢。我揮了一劍，忙什麼？練這個有什麼用？又不能當飯吃。我收了劍勢，看他一眼。姐姐學的那些倒是能當飯吃。楚昭蘭被我噎了一句，甩着袖子走了。春去冬來，我長個子的速度比練劍的速度還快。鏡子裡的臉漸漸褪去稚氣，眉眼生得越發像大夫人年輕時的畫像。至少丫鬟們私底下是這麼議論的。那一日，我在湖邊練劍，春光正好，湖岸兩邊的桃花開得密密匝匝，花瓣落在水面上，一圈圈的漾開。我沒心思賞花，只專注於手裡的劍。夫人教我的最後一套劍法叫斷水，不是什麼名門正派的路數，是她當年在戰場上自己琢磨出來的，快準不留餘地。我深吸一口氣，起勢，劍光貼着桃枝掠過，極輕極快，快到花枝紋絲不動。一吸兩吸三吸，所有的花莖齊齊落下，斷面整齊如鏡。那些桃花失了枝幹的支撐，紛紛揚揚地墜入湖中，鋪了滿滿一層。我收劍，呼出一口長氣，成了。身後忽然傳來一陣叫好聲，嚇了我一跳。我猛地回頭，山石後面不知什麼時候圍了一群人，穿紅着綠，男男女女，一看就是世家子弟結伴踏青的排場。楚昭蘭也在其中，不得不承認，楚昭蘭確實生得好看，今日更是打扮得漂漂亮亮。那群公子圍在她身邊，一個賽一個的殷勤，有遞茶的，有吟詩的，還有一個當場折了枝桃花要送她。楚昭蘭笑盈盈地接過花枝，正是春風得意的時候。可那些公子看到了我，準確地說是看到了方才那一劍。為首的青山公子第一個開口：昔有佳人，公孫氏，一舞劍氣動四方，今日得見，尤甚公孫氏。他這話一出，旁邊幾個公子立刻跟上。好劍法，這位姑娘師從何人？桃花紛落，劍意如虹，當真是絕了。一個穿越白山子的公子甚至往前走了2步。在下陳郡謝氏謝雲州，敢問姑娘芳名？楚昭蘭手裡那只桃花被他不自覺地攥緊了。方才圍在楚昭蘭身邊的公子們，這會兒全跑到了山石邊上，伸長脖子往我這邊看。他站在原地，身邊只剩下自己帶來的丫鬟。我沒興趣和一群陌生男人搭話，收了劍就走。倒是路過楚昭蘭身邊時，他叫住了我：“妹妹，好大的牌面。”他笑着，聲音甜得發膩，但那雙眼睛裡頭的東西我太熟悉了。我沒接話，徑直走了。練劍回去後，我匆匆洗了個澡，頭髮還在滴水，外頭就鬧起來了。蘭姑娘的簪子丟了，都給我仔細收。這嗓門我認得，是趙姨娘身邊那個最得力的婆子王嬤嬤。我拿帕子擦着頭髮走出來，楚昭蘭就站在我院門口，身後帶着7、8個丫鬟僕婦，浩浩蕩蕩的，跟抄家似的。我靠着門框。你又發什麼瘋？她歪着頭看我，沒直接回我的話，而是轉向身後那群人，聲音柔柔弱弱。我知道，昭華妹妹是不會偷我東西的。頓了一下，又說，只是這簪子實在貴重，為了幫妹妹洗清嫌疑，少不得也要搜一搜她的屋子。妹妹，你不介意吧？不等我答話，王嬤嬤已經帶着人衝了進去，翻箱倒櫃的聲音從裡頭傳出來。我聽見我書案上的硯台被碰倒了，墨水潑了一地，還有人把我的衣裳從櫃子裡扯出來，扔了滿床。我沒攔，因為我知道攔不住。楚昭蘭既然敢來，東西一定已經提前藏好了。這種把戲，前世他對我用過不下10回。果不其然，大小姐找到了。一個僕婦舉着一隻金鑲玉的蝴蝶簪子跑出來，臉上的表情誇張的像在唱戲。就藏在二小姐的梳妝匣子底下。楚昭蘭捂住了嘴，一副震驚的模樣，演得真好。我上下打量了那隻簪子一眼，成色不錯，但說是傳家寶就有些過了。趙姨娘進府前不過是個繡娘的女兒，哪來的傳家寶？正要開口，院外又來了人。我爹今日散牙早，剛從外面應酬回來，身上還帶着酒氣。他聽到這邊鬧哄哄的，皺着眉走進來。怎麼回事？楚昭蘭一見他來，眼圈立刻紅了，掐着時間掐得真準。我在心裡給他喝了聲彩。爹！楚昭蘭撲上去，抓着我爹的袖子，眼淚說來就來。妹妹，她偷了姨娘的傳家寶，那是姨娘從娘家帶來的唯一的念想。她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斷斷續續地說，姨娘發現簪子沒了，急得當場就暈過去了，現在還躺在床上，人事不省。我爹的臉色已經沉下來了，目光轉向我。爹，求您為姨娘做主啊！楚昭蘭跪了下去，膝蓋磕在地上，咚的一聲，這一跪倒有7分真心實意，不是為趙姨娘，是為了讓我難堪。院子裡安靜下來，所有人都看着我。我爹那張臉寫滿了鐵證如山，你還有什麼話說？我擦乾淨頭髮，把帕子疊好，搭在椅背上。不急，上輩子這招讓我百口莫辯，
在祠堂裡跪了一夜。這輩子我看着那只簪子，忽然笑了。家祠裡幾個下人壓着我，說是壓，其實更像架。2個婆子一人拽着我一條胳膊，生怕我跑了似的。我要真想跑，他們拽得住。我爹高坐主位，一副清官斷案的派头。他左手邊是趙姨娘，帕子捂着嘴，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；右手邊是楚昭蘭，低眉順目，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樣。母女倆哭的姿勢一模一樣，先吸鼻子，再抖肩膀，最後抬眼觀察四周的反應，那配合的默契程度，像是在家排練過。我没忍住笑了，我爹當场拍了桌子：“你笑什麼？偷了東西還笑？我處事有你這樣的女兒，簡直敗壞門風，今日就該把你亂棍打死。”我收了笑，抬眼看他，這個男人給了我血脈，但也僅此而已。他記得趙姨娘愛吃桂花糕，記得孟姨娘怕冷藥多添炭火，唯獨不記得我幾月幾日生辰。打死我，他敢！楚家不能打杀嫡女，但我不是大夫人親生的，我生母只是個通房丫鬟，生下我沒多久就沒了。大夫人收養了我，可她平日待我冷冷淡淡的，在外人眼裡不過是盡個主母的本分。死一個這樣的女兒，對楚家來說比死一隻貓多不了多少分量。趙姨娘哭得正在興頭上，一手捂胸口，一手攥着帕子，整個人往楚昭蘭身上靠。她這套柔弱做派，我從小看到大。說實話，演技比前世退步了。楚郎，你是知道的，這簪子是我娘留給我的遺物，前朝宫裡的東西再貴重不過了。她頓了頓，又換了副大度模樣。其實再貴重的物件兒，昭華姑娘若是喜歡，奴家也必定雙手奉上。話說得漂亮，但緊接着就是刀子。可她為什麼要偷呢？若傳出去了，楚家女兒的名聲受損，我蘭兒的婚事可怎麼辦呀？你瞧，繞了一圈，落腳點還是楚昭蘭。趙姨娘說完，準時往後一仰，眼看又要暈。楚昭蘭趕緊扶住她，一邊拍背一邊順氣，那動作行雲流水，顯然也不是第一回配合了。我爹看着這母女倆，心疼的眉頭擰成了結，轉頭盯着我，目光冷得跟看外人似的。來人，請出家法。家法按楚家的規矩，偷竊是30大板。我見過被打家法的下人，一板子下去，皮肉翻捲，血珠子往外蹦。30板子打完，人抬出去的時候已經沒了聲息。楚昭蘭垂着頭，嘴角藏着一點弧度，很快又被那副楚楚可憐的面孔蓋過去。2個家丁抬着長凳走上來，另一個拎着板子，枣木的板子，打磨的光滑，上頭還有舊日的血漬。我站在原地沒動，不是不怕，是來不及怕。就在家丁把我往長凳上按的那一瞬，我看誰敢！声音從門口傳來，不大，但祠堂裡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。按我的手的那個家丁首先鬆了。大夫人走進來，她穿的還是那身素衣，頭上別着那根舊木簪，跟平時沒什麼兩樣。可她今晚走路的姿勢不一樣了，以前她總是慢悠悠的，像是什麼都不急，今晚她步子很快，每一步落地都帶着響動。她這個時辰本該睡了。我看着她走到我身邊，一句話沒對我說，直接面向我爹。老爺，官府審人也講究個是非分明，沒有偏袒一方就直接上刑的。你是五品文官，這道理不用我教你。最后那句話不輕不重，擱在那兒就是一巴掌。我爹的臉白了，但趙姨娘不怕大夫人，她從來都不怕。這些年我爹寵她捧她，事事依她，大夫人的正妻之位在她眼裡早就是個空架子。一個被丈夫冷落的女人有什麼好怕的？趙姨娘把眼淚一抹，聲音又尖又利：是非如何不分明？贓物可是在昭華姑娘房裡搜出來的。夫人若是因為她養在您膝下就要包庇，那這楚家還有沒有規矩了？大夫人轉頭看向趙姨娘，她沒發火，甚至沒什麼表情變化，只是看着趙姨娘像看一件東西。跪下！趙姨娘沒反應過來，大夫人又說了一遍，一字一頓：上不得台面的東西，帶着你的女兒一起跪下。祠堂裡安靜了一瞬，安靜的能聽見外頭夜蟲的叫聲。趙姨娘嘴唇哆嗦了一下，轉頭去看我爹。楚郎，他的話沒說完，因為我爹的臉色變了，不是生氣，是另一種東西。他正盯着大夫人身後，我順着他的目光看過去，祠堂門外不知什麼時候站了10來個人，他們沒有進屋，就站在門檻外面，一字排開，每個人都穿着甲，腰間挎着刀。我認識他們，刘叔，隔三差五給我買芝麻糖的那個劉叔，李叔，冬天幫我修過門栓的李叔，還有王大哥，教過我怎麼劈柴的王大哥。他们平日裡笑呵呵的，叫一聲就應，沒什麼架子。可今晚不一樣，他們臉上沒有笑，一個比一個沉默，一個比一個高大。這些人跟着老將軍上過戰場，手上有人命，其中有幾個我記得胳膊上有舊傷疤，據說是北邊跟蠻人打仗時落下的。這是大夫人從將軍府帶來的陪嫁府兵，10幾年了，他們種菜、養馬、修房子、做雜工，安安分分地窩在後院，誰也沒拿他們當回事。趙姨娘甚至使喚他們去集市上買過菜。現在他們披了甲，我爹的手在抖，他不是不知道這些人的來路，他只是忘了，太久沒人提醒他了，久到他真以為自己是這座宅子裡說一不二的人。沉默持續了很長時間，最終我爹開口了，聲音發緊：主母說話，你頂嘴的確不敬，還不跪下認錯？趙姨娘轉過頭看着我爹，她的眼神裡頭有震驚，有不甘心，更多的是一種很深的茫然。她大概頭一回發現自己賴以為憑的那份寵愛薄得很。跪下！我爹又喊了一聲，這回帶了火氣，但那火氣不是衝大夫人，是衝趙姨娘。趙姨娘哆嗦了一下，咬着牙拉着楚昭蘭的袖子，慢慢跪了下去。楚昭蘭的膝蓋撞在地磚上，發出一聲悶響，她疼得臉都變了形，卻一個字都不敢吭。跪都跪了，
趙姨娘還是不死心，她從地上拿起那只簪子，双手舉過頭頂，遞到大夫人跟前。夫人，这赃物真的是在昭华姑娘房间裡找到的，这是我母親的遗物，前朝后妃的东西，市面上再买不到的了。大夫人低头看了看那簪子，她拿过来翻转一下，对着灯光端详了2、3息，然後鬆了手，簪子落在地磚上，彈了2下，咕嚕嚕滾出去老遠。什麼破爛貨色？4個字。趙姨娘像是被人扇了一記，她10幾年來的體面被一句話扒了個乾淨。那簪子是她最得意的物件，逢人便要誇一誇的，什麼前朝古物，什麼傳家之寶，如今就滾在地磚縫裡，跟塊碎瓦沒什麼區別。滿屋子沒有一個人敢出聲。大夫人掃了我爹一眼，聲調平平，比剛才還平。老爺，你覺得我的女兒犯得上偷這種東西？我爹嘴巴張了張，什麼都沒說出來。大夫人沒等他回答，回頭吩咐吳媽媽把我的妝連匣子取來。大夫人從不怎麼打扮，在我的記憶裡，她永遠是素衣木簪，連脂粉都不上。我跟了她這麼多年，壓根不知道她還有首飾匣子。吳媽媽出去了一趟，帶着2個小厮回來，3個人合力抬了只檀木盒子進門，盒蓋一掀，滿屋子的光都變了。我爹心大的孟姨娘最先叫出聲來，她原是宮裡出來的，見過御用的器物，此刻卻兩眼直了。這是西域宮品的翡翠，那塊玉田幾十年前就採完了，我在宮裡也只在老太妃手上見過這種水頭的鐲子。她伸長脖子又看了2眼。還有珊瑚珠，天爺，這珠子1顆能換10顆金錠。夫人，您這串項鏈得有多少顆？沒人接她的話，趙姨娘還跪在地上，臉上的表情已經空了。她那只被扔在地上的前朝古物，放在這匣子跟前，就像路邊攤的碎銀子擺進了官銀庫。楚昭蘭也在看那匣子，她的眼睛瞪得很大，下頜線繃得緊緊的。她跟大夫人朝夕相處那麼多年，前世那麼多年，從來不知道那冷清清的房間裡藏着這些東西。大夫人對他們的反應並不在意，只是衝我招了招手，過來。挑幾件，我愣了一下，挑幾件自己喜歡的戴。不，太貴重了，我不敢收。大夫人看了我一眼，那目光不冷了，甚至帶了一點點我從未見過的溫度。你是我的女兒，我的東西以後都是你的，幾件首飾都不敢要，當什麼將門虎女？我鼻子酸了一下，趕緊低頭去翻匣子，裝作在認真挑選。四周安靜極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，有羨慕的，有嫉妒的，還有恨得咬碎後槽牙的。趙姨娘跪在地上，臉已經發灰了，可嘴還沒閒着。她做了最後一次掙扎，聲音帶着顫：夫人，我知道昭華姑娘跟着您長大，金尊玉貴，您想護着她，誰也不敢說什麼。但這偌大楚府，難道嫡母嫡女可以肆意妄為？我們做姨娘做庶女的，命就不是命了。這話說的挺有技巧，把事情往大了拉，不再是一根簪子的事，而是嫡庶之爭，家宅公道。擱平時，我爹多半就順着台階下來和稀泥了。大夫人卻笑了。趙姨娘見她冷臉的時候不怕，見她發怒的時候不怕，偏偏見到這個笑容，身子往後縮了一截。那不是高興的笑，更不是友善的笑，那是一種篤定，篤定手裡攥着牌，而且是大牌。吳媽媽。大夫人收了笑，話是對身後說的，帶上來。吳媽媽轉身出去，沒一會兒，2個府兵架着一個人走進祠堂。那人被扔在地上，披頭散髮，面上糊着血，10根手指被夾在木板之間，血肉粘在一起，拖過地面的時候留下一道紅痕，是個丫鬟。小何，話才出口，趙姨娘的指甲就掐進了她的手背。楚昭蘭吃痛，把後面的話咽了回去，但整個人已經控制不住的在抖。屋裡幾個女眷嚇得別過臉去，只有大夫人站在原地，語氣跟交代管事查賬一樣平淡。下午的時候，吳媽媽看見這個丫鬟在院子裡亂竄，故意製造動靜，引開我屋門前當值的人。之後她進了內屋，出來的時候被路過的家丁撞見，神色很慌。我覺得蹊蹺，就先替老爺審了。他從吳媽媽手中接過一張紙，隔空遞給我爹。口供在這裡簽字畫押都齊全，老爺過目。我爹接過那張紙的手是抖的。趙姨娘的嘴剛張開，大夫人就把路堵死了。為了防止有人說我屈打成招，大夫人的目光從趙姨娘臉上掠過，像在看一堵無關緊要的牆。審人的時候，我以楚家長房主母的身份，請了族中3位長輩到場觀審，他們親眼所見，親耳所聞。若老爺不信，明日可以逐一去問。這話說完，祠堂裡的空氣徹底冷了下來。我爹坐在主位上，一手拿着口供，另一隻手擱在膝蓋上，手指在發顫。他看看那張紙，又看看跪在地上的趙姨娘母女，再抬頭看看站在燈下的大夫人。他的表情很複雜，大概是頭一回認識到他這位常年縮在偏院、不爭不搶的髮妻到底是個什麼人物。這個女人自從嫁進來就少言寡語，他嫌她無趣，不怎麼寵她。大夫人便也不再往前湊，只往佛堂裡一縮，吃齋念佛，跟個活死人似的。他以為他當真死了心，可他萬萬沒想到，這人不聲不響，暗地裡把所有的事全幹完了。發現內奸是他，抓人審人也是他，連族老都請來了。審訊過程有人見證，有人簽字，流程上比他這個當官的還縝密。而大夫人硬是一聲沒吭，端着一杯茶坐在屋裡等趙姨娘先跳，等她先犯蠢，等爹親口說出那句按家法30大板，等他先把刀架到自己女兒脖子上，他才不緊不慢地掏出證據，反手把這刀扎了回去。我爹後背發涼，
出了一層冷汗。他忽然意識到一件更可怕的事，大夫人到底在什么时候就已經察觉了？下午、昨天还是更早？他不知道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小何已经嚇得魂都没了，拼命拿額頭撞地磚。老爺饒命，老爺饒命，都是蘭姑娘和趙姨娘指使我的，他們讓我趁人不備進昭華姑娘的房間，把簪子塞到床底下，說事成之後給我300兩銀子托寄放出去。我爹臉上的血色一陣陣的退，他低頭，趙姨娘和楚昭蘭跪在一處，景象大不相同。楚昭蘭整個人縮成一團，腦袋壓得很低，牙齒磕磕碰碰止不住，完全不敢看任何人。趙姨娘到底是年長些，咬了咬牙，硬擠出一副柔弱姿態，2行熱淚順着腮邊往下淌。老爺奴家服侍您10幾年了。趙姨娘聲音顫得厲害，卻還記得在這種時候把下巴微微揚起來，露出她保養的極好的脖梗和鎖骨。奴家知道錯了，您救救奴家，救救蘭兒。好一招以退為進，我差點被她氣笑了。大夫人也笑了，但大夫人的笑不是氣的，她笑得很輕，帶着點看透了的味道，直接越過趙姨娘走到我爹面前，擋住了她望向趙姨娘的目光。我不跟老爺繞彎子，偷竊是大罪。老爺說的按家法30大板，這話還算數吧？我爹張了張嘴，大夫人接着說，那栽赃陷害比偷竊如何？這話問得乾脆利落，不留餘地。我爹的目光往趙姨娘那邊飄了飄，嘴唇翕動幾下，最終從牙縫裡擠出一句話來，夫人，他們母女是做錯了事，但倒也算不上栽赃。院子裡安靜了一瞬，連掃地的粗使丫鬟都停了手，拿一種難以置信的眼神望着我爹。我站在大夫人身後，看着我爹那張臉上費盡心思拼湊出來的為難表情，忽然覺得可笑。我指着金鑲玉的蝴蝶簪子說偷了東西，未經調查，他立刻就要打我。趙姨娘和楚昭蘭栽贓陷害，人證物證口供全齊了，到他嘴裡變成了算不上栽贓。要不是吳媽媽在後面按住了我的肩膀，我幾乎就要替大夫人問一句，老爺，您的眼睛是拿來看路的還是拿來看趙姨娘的？我咽下這口氣，不用我出頭。大夫人站在原地，面上的笑意收了，她沒有發怒，沒有質問，甚至沒有多說一個字，她只是轉過身，扶着吳媽媽的手往外走。我原本想着家醜不可外揚，指望老爺在內宅裡給個公道說法。他一步一步走得很穩，背影筆直。可眼下看來，老爺政務繁忙，家裡的事實在是斷不明白了。他邁過門檻，那報官吧。這3個字說得雲淡風輕，我爹的臉卻白了個透。報官，偷竊栽贓這種事要是報了官，鬧到衙門裡，他一個五品京官，連家宅都管不明白，御史台的言官能把他的折子落到御案上去。我爹一個箭步衝到門口，攔住他！呼啦啦一群家丁湧上去，熱鬧極了，活像一窩受驚的雞。但大夫人眼皮都沒抬一下，她只是略微停了步子，身後10幾個老將軍的舊部齊刷刷的上前，把他護在了中間。這些個府兵一個賽一個5大3粗，撥開那些家丁跟撥草似的。家丁們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誰也不敢上前。有個膽子大的往前挪了半步，迎面對上一個府兵的目光，腿當場就軟了，退回去比上來還快。我爹站在門口，眼睜睜看着大夫人的背影一步步遠去，手撐在門框上，指頭哆嗦。趙姨娘在身後哭天搶地，楚昭蘭趴在地上不敢吱聲。大夫人走到院門口了，我爹終於撐不住了，他雙手捂住臉，從喉嚨裡蹦出一聲哀嚎：“來人，把趙氏和那個不孝女拖下去，給我打！”趙姨娘的哭聲戛然而止，她呆呆地回頭看我爹，眼淚還掛在臉上，表情卻凝住了。她大概做夢也沒想到，在她和大夫人之間，我爹最終選擇了丟卒保車。楚昭蘭尖叫了一聲，被2個婆子架起來就往外拖。大夫人停下了腳步，她沒有回頭，只是站在月色下，等板子落下去的第一聲響。月明星稀，我跟着大夫人坐在院子裡包菱角，菱角可很硬，大夫人的手劲卻不小，徒手就能掰開，露出裡頭嫩白的果肉。我包了半天才包出幾顆，她的碟子裡已經堆了一小堆。遠處的院子裡，趙姨娘和楚昭蘭的慘叫聲一陣高過一陣，大夫人頭也不抬地繼續包菱角，那叫聲過來跟蚊子嗡一樣，全部影響她手上的動作。包到第7、8顆時，她忽然開口了：“你心裡肯定在笑話我，明明有本事，這些年卻不爭不搶，過得如此窩囊。”我把包好的菱角放進她面前的白瓷盤裡，想了想，說了句實話：“夫人不爭，是因為我爹不值得您爭。”大夫人包菱角的手停了一下，沒說話。我也沉默了一會，遠處又傳來楚昭蘭一聲淒厲的慘叫。說實話，雖然那叫聲挺襯今夜的氣氛，但聽多了怪煩的。我低下頭，把1顆菱角仔仔細細的包乾淨，輕聲說：“但是夫人，如果愛誰，還是應當去爭一爭的。”大夫人的手徹底停住了，菱角殼裂了一半，汁水沿着她的指尖淌下來，她也沒擦。夜風吹過來，拂動她鬢邊幾縷散髮。過了很久，久到我以為她不會回答了，才聽見她說了4個字：“你知道了。”不是問句。是的，我知道。這些年我跟着大夫人去京郊佛寺上香，不是1次2次了。那座山寺清苦得很，佛堂小，香客少，連佛像上的金粉都斑駁了。大夫人每次去都捐一大筆香油錢，方丈每次收完都念一串極長的佛號。寺裡有個僧人，年紀不大不小，穿一身洗得發白的灰色僧袍，踩一雙草鞋，在後院種菜澆水劈柴，幹的都是粗活，但那雙手骨節分明，修長有力，一看就知道握過刀劍。我第一次見到他時，問吳媽媽那是誰，吳媽媽沒打我的話，只是把我拉到一邊去。後來我才打聽到，人們叫他陳一大師。佛寺附近的百姓裡流傳着一段，就是說這位陳一大師俗家姓裴，年少時是京城裡最出众的少年將軍，白袍银鎧，弓馬嫻熟，18歲上陣殺敵，功勳簿上排的上號。他與大夫人從小一起長大，兩家住在同一條巷子裡，翻個牆頭就能說話。大夫人從前不是這樣一張冷面孔，
據說那時候他愛笑、愛鬧、愛騎馬、愛舞劍，那柄寶劍就是小將軍送他的定情信物。小叔，等我回来就娶你。出征那日，他骑在馬上回头看了一眼城楼，他站在城楼上拼命朝他揮手。那一年的西征，10萬大軍葬身黃沙，消息傳回京城，全城缟素。大夫人沒哭，她在城樓上站了1日1夜，等到天亮下來時眼睛是乾的。有人說她想過跟着一起去的，繩子繫好了，凳子踢翻了，最後是她母親衝進來把她抱下來的。後來她嫁了人，嫁的就是我爹。大婚那天他由始至終沒笑過。10年後，小將軍回來了，他是從死人堆裡逃出來的，被西域部族俘虜，輾轉流落10年，九死一生。但他拼着最後一口氣，撐着一根木棍，一步一步走回了京城。他說他答應過他，要回來娶她，可姑娘已經嫁了人。大夫人知道他回来那天，吳媽媽後來跟我說的，在佛堂跪了整整1夜，佛前的蒲團都被淚水浸濕了。小將軍沒有去找他，他在京郊佛寺落了髮。法號陳一。打那以後，大夫人每月15去寺裡進香，風雨無阻。有時候刮大風，有時候下暴雨。吳媽媽勸他推遲1日，他搖搖頭，換上蓑衣就出門了。我在佛寺裡親眼見過他們相見，每次都一樣。大夫人進了山門，在佛前上完香，會經過後院的菜地，陳一大師正好在翻土，2個人隔着一段距離，點一點頭，行一個禮。大夫人叫他大師，他叫他施主，聲音都是淡淡的，客客氣氣的，連多餘的寒暄都沒有。不知道的人看了，只當是2個不相干的人碰巧打了個照面。只有一次不一樣，那年冬天特別冷，大夫人病了，高熱不退，滿嘴說胡話，一碗一碗的湯藥灌下去，燒得愈發厲害。大夫請了3個，都搖頭。我爹那天在趙姨娘院子裡，小丫鬟去請了3次。第1次，趙姨娘說老爺在沐浴；第2次，趙姨娘說老爺歇下了；第3次，趙姨娘乾脆讓人把小丫鬟趕了回來。吳媽媽急得滿頭是汗，她握着大夫人的手，彎下腰，湊到大夫人耳邊，聲音壓得很低：“叫她來好不好？讓她來。”大夫人燒得意識模糊，眼睛半睜半閉，不知道聽沒聽見。我站在旁邊捧着藥碗。吳媽媽說的她是誰？我知道。我把藥碗往吳媽媽懷裡一塞，話都沒來得及說，轉身就跑。那天夜裡月色極好，路上的雪還沒化，我騎着府裡跑得最快的那匹棗紅馬，一路狂奔。馬蹄踩碎了滿地霜雪，佛寺的門關了，我翻牆進去，在後院找到了陳一大師，他正在禪房打坐。聽我說完，他沒問一個字，披上袈裟就走了。他跟着我回了楚府，走後門進來的，沒有進大夫人的房間，他只是在隔壁的佛堂裡坐下來，面前擺了一只木魚，一盞油燈，木魚聲從虛實響到銀實，嘟嘟嘟，不急不緩，一下一下，穩得不像話。大夫人的燒就是在那個聲音裡慢慢退的，她的呼吸平穩下來，胡話不說了。攥着被角的手也鬆開了。黎明的時候，吳媽媽進來探她的額頭，發現燒退了。吳媽媽出去看時，隔壁佛堂的蒲團上已經空了，油燈滅了，木魚還在原處，旁邊放着一串手珠，她盤了很多年的那串，珠子上的光澤都被磨得圓潤了。她走了，無聲無息的來，又無聲无息的走。我後來偷偷問過吳媽媽一句話，我說夫人知道她來過嗎？吳媽媽沒回答，只是搖了搖頭，又點了點頭。那串手珠，大夫人收了，放在枕頭底下。再也沒拿出來過。月亮升得更高了，我握住大夫人的手，她的手指涼涼的，很細卻很有力。夫人，有些事您覺得已經晚了。我頓了頓，但其實還不晚。大夫人沒有看我，她看着遠處黑黢黢的屋脊，看着屋脊之上那一輪乾乾淨淨的月亮，坐了很久。我也不催她，菱角已經包完了，遠處趙姨娘的哭嚎聲也停了，大概是打完了。大夫人忽然說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話：明日初1該去進香了。吳媽媽在後面應了一聲，笑得眼角全是褶子。趙姨娘和楚昭蘭的禁足令是1個月，打板子那天鬧得動靜挺大，楚昭蘭哭得跟殺豬似的，連隔壁巷子的人家都探頭來看了。趙姨娘比她能忍些，但據當時在場的婆子說，也嚎了好幾嗓子，嚎到後來嗓子都啞了，說是個打了30大板。但我爹的話打了多少折扣，滿府皆知。執行的婆子是趙姨娘那邊的人，每一板子都高高舉起，輕輕落下。趙姨娘叫得淒慘，實際挨的力道還不如我小時候被乳娘打屁股疼。至於楚昭蘭那頭，我聽當值的小丫鬟私下說，打到第10板的时候，趙姨娘就讓人塞了银子，後面的20板純粹是做樣子，所以不到半個月功夫，母女倆就恢復如初了。禁足滿1個月，趙姨娘先出來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我爹院子裡哭了一場，哭得肝腸寸斷。我爹心裡本來就虧欠，當場就把人摟進懷裡，好一通安撫。楚昭蘭更不得了，禁足期間，他就叫人給我爹送了好幾次信，信上說女兒知錯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我爹回回都讓人帶話進去，好孩子爹知道了，噓寒問暖的，比對我親切10倍不止。出了禁足的第3天，我在花園裡碰見了楚昭蘭，她穿了一身漂亮衣裳，看料子是我爹賞的，頭上插着一隻赤金點翠步搖，走路的時候珠串晃來晃去，臉上那點子委屈影子早就不見了蹤跡。見了我，她不躲不避，歪着頭上下打量我，笑得很開。昭華妹妹，她叫我名字的時候拖長了尾音，很甜，這種甜裡裹着刺。我沒搭理她，往前走，她快走2步跟上來，湊到我耳邊，聲音壓低了，笑得更歡了。你以為有那個老太婆替你撐腰就能怎樣？我腳步一頓，楚昭蘭繞到我面前，雙手背在身後，臉上得意洋洋的。看吧，一個家最後還是男人說了算，在這楚府裡誰也打不過爹去，打了30板子又如何？爹心疼得很呢。這條新裙子就是爹賠給我的。她轉了個圈，裙擺飄起來，珠翠叮當響。還有這隻步搖，爹說是賠我委屈的。華妹妹，要不要看看？挺沉的，純金，比你頭上那根木簪值錢多了。我想想自己頭上的木簪，大夫人平日裡給我梳頭，確實用的就是一根素木簪。我把楚昭蘭的手撥開，繞過她繼續走，身後傳來她的笑聲，很輕
很飄，像踩着我的脊背過去的。消息傳到大夫人那邊時，是吳媽媽去回的。当時大夫人正坐在窗前修剪瓶中的花枝，一只芍藥開得正盛，花瓣又大又豔，紅得扎眼。吳媽媽把楚昭蘭說的那些話一五一十地複述了一遍。大夫人手上的剪子沒停，大夫人只是淡淡地回應了一聲，咔嚓一聲，一只旁逸斜出的枯枝被剪斷了。吳媽媽又說，趙姨娘出了禁足，就去老爺那裡哭了一通，老爺賞了不少好東西。大夫人依舊淡淡的，又是一聲脆響。吳媽媽在說，楚昭蘭還在府裡到處說，一個家最後還是男人說了算。大夫人的剪子停在了那只開得最妖豔的芍藥上，她看了看那朵花，開得確實好，花瓣層層疊疊，顏色濃得發膩。手起剪落，芍藥斷了，從瓶口跌下來，落在桌面上，花瓣散了幾片。大夫人打量了一下修剪完的花枝，就剩2根光禿禿的杆子了。她放下剪子，擦了擦手，算了，扔出去吧。整瓶花我都不想要了。吴媽媽应了声是，招呼2個小丫鬟進来。搬花瓶的時候，吳媽媽低着頭，嘴角彎彎的，笑意怎麼壓都壓不下去。小丫鬟不明白吴媽媽笑什麼，還傻乎乎地問了一句，吳媽媽，這花還挺好的，扔了多可惜。吳媽媽拍了她腦袋一下，夫人說不要就不要了，哪來那麼多廢話。我站在門外聽見了全部，我也在笑。我們都明白，大夫人這麼多年不動趙姨娘，從來不是因為鬥不過她，是因為我爹不配讓她出手。趙姨娘算什麼？一朵開得再豔的花，也不過是插在瓶裡的玩意兒，瓶子想留，花才能活。瓶子不想要了，花和瓶子一起丟就是。楚昭蘭說的對，一個家最後是男人說了算。可她不知道的是，大夫人現在連那個男人一起都不想要了。此後的日子貌似过得平靜，大夫人開始教我更深的東西。她帶我巡田莊、巡鋪子，親手教我看賬本、算收成，與佃戶和掌櫃們打交道。她做這些事的時候極其利落，3言2語便能把一筆糊塗賬掰扯清楚，比我爹書房裡那幾個幕僚加起來都強。而我在巡查的過程中，驚訝地發現，這些田莊和鋪子的主人全是大夫人自己，和楚府一點關係也沒有，這是極度令人震驚的。在我朝，女子出嫁前的財產都歸父兄，出嫁後哪怕做了主母，一切收入也要入公賬，獨屬於女子自己的財產只有一份嫁妝。大夫人的嫁妝當年雖說豐厚，但也不過是幾間鋪面、2處小田莊。然而10幾年下來，她竟將這些東西擴充了無數倍。光京城就有7間鋪子，城外良田800畝，另有2個茶園掛在遠房親戚名下。我看完賬冊的時候，臉都白了。大夫人瞥我一眼，嗤笑：“瞧你那傻樣，真以為我這10幾年來除了念佛，什麼正事都不幹？”我老老實實的搖頭。她撂下茶碗，難得多說了幾句：“做女子的愛和錢總得占一樣吧？我已經沒有愛了。”再不多賺點，那不真成了廢物點心？我忙不迭地點頭稱是，然後發現了一件有意思的事，大夫人變活潑了。以前她像寺廟裡的佛像，端坐着，什麼表情也沒有。如今罵人也罵了，笑話也說了。有時候掌櫃們賬目對不上，她拍桌子的動靜，連隔壁院的貓都嚇得炸毛。吳媽媽私下和我說，夫人年輕時就是這樣的，爽利有主意，這些年不過是把自己悶壞了。我跟着大夫人學致富秘訣的時候，楚昭蘭那邊也沒閒着，梨園弟子們流水一般出入趙姨娘的院子，絲竹聲不絕於耳。我知道是楚昭蘭在學綠腰舞，她下了苦功，3個月裡天不亮就起來練，練到夜裡腿都打着顫。趙姨娘請了最好的琵琶師傅，最好的編舞師傅，銀子花的跟糖水一樣，效果也是有的。她變得更美了，雪膚花貌，常年習武讓她身段輕盈柔軟，走起路來裙擺生風。一起參加京中公子小姐們的聚會時，公子們紛紛稱讚她為京中第一美人。他們曾經也被我的劍術所傾倒，但很快發現我性子硬邦邦的，不愛說漂亮話，更從不肯舞劍給他們助興。楚昭蘭就不一樣了，她有那麼多才藝，會唱曲，會彈琵琶，會跳各種各樣的舞。更要緊的是，她願意笑，願意媚，願意在那些公子面前低眉順眼的做一朵解語花。公子們嘆道：“昭蘭姑娘真是才貌雙全，不知何人有幸將她金屋藏嬌。”更有甚者，拿出我來與她做對比。同為楚府小姐，這2小姐性子無趣，更無才藝，枉她還是跟着嫡母長大的，如今竟比不上大小姐半點。每當這時，楚昭蘭就會站出來，假裝替我說話。哎，可別這麼講，我妹妹有才藝的，她算盤撥得好，以後估計是打算做個賬房先生呢。說完，她便和周圍的公子小姐們笑作一團。我也笑，賬房先生怎麼了？賬房先生有錢賺。很快便到了京中雅集會的日子，楚昭蘭來找我，帶着一種志在必得的意氣風發。她歪頭看我，前世我在佛堂抄經，你在雅集會上獻舞，自那之後，小侯爺就對你一見鍾情。可是妹妹，這一世會跳綠腰舞的人變成了我，你拿什麼和我爭呢？我沒抬頭，繼續撥弄算盤，噼里啪啦的聲音在屋子裡響着，算珠碰撞，清脆好聽。我撥完最後一顆珠子，抬起頭，姐姐，看在姐妹親情的份上，我給你最後一個忠告，別跳綠腰舞。楚昭蘭笑着揚起下巴，你果然怕了。她轉身就走，裙角甩出一個漂亮的弧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默默聳了聳肩。我提醒她了，她不聽，那就不關我的事了。雅集會那日，天朗氣清，水榭亭閣沿着湖面鋪展開來，各家公子小姐分席而坐，岸上擺着時令瓜果與好茶。宣平侯府的小侯爺蕭景恆坐在上首，一身白色長服，眉目俊美的過分，可這張臉上常年掛着3分冷意。16歲就隨軍去了西北戰場，殺人見血的事沒少幹。怕他的人稱他為修羅閻王，愛他的人滿京城少說有幾十個。我的姐姐楚昭蘭是這幾十個裡最執着的一位。雅集會進行到一半，有人
彈琴，有人吟詩，有人潑墨作畫。忽然絲竹聲變了調子，樂聲纏綿低回。紗簾後面走出一個人來，楚昭蘭。他一襲輕紗舞衣，髮髻上只簪了一朵芍藥，赤足踩在鋪了紅氈的地面上，臉部輕移，甩動水袖，腰肢柔軟千嬌百媚。這是趙姨娘的絕殺利器。她教了女兒18年的道理，天下男人沒有不愛看漂亮女人跳舞的。席上的公子們一開始的確看住了，有人端着茶杯忘了喝，有人手裡的糕點捏碎了都沒發覺。楚昭蘭這支舞練了3個月，身段和技法已經到了極高的水準，一招一式都是勾人的。然而漸漸的，氣氛起了微妙的變化。最先反應過來的是禮部侍郎家的公子，他的茶杯咔一聲磕在桌上，笑容僵在臉上。然後是翰林學士家的嫡子，他扭頭看向身邊的人，兩個人對視一眼，都從对方眼睛裡看到了同一種東西。一個接一個，公子們的表情從欣賞變成了困惑，從困惑变成了驚惶。只有那些武將家的莽漢還在叫好，被身邊的人一拽袖子，壓低聲音說了句什麼，臉色也跟着變了。楚昭蘭渾然不覺，最後一個旋身落定，水袖翻飛，他喘着氣音欠身，此舞名喚綠腰。他以為會有山呼海嘯的喝彩，滿席寂靜，安靜的連湖面上的風吹過蘆葦的聲音都聽得見。第一個公子站了起來，扯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，不好意思，家中有事，先行一步。第二個緊跟着，我與兄長同去。第三個甚至連借口都懶得編了，起身就走，像是推倒了第一塊牌。剩下的公子們爭先恐後的離席，有人走得太急，撞翻了岸上的茶盞，也顧不上回頭。那場面像見了鬼。楚昭蘭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一只手還維持着謝幕的姿勢，她的笑容一點一點退下去，露出底下茫然的不知所措的臉。滿座公子中，蕭景恆是最後一個走的，他從頭到尾沒什麼表情，沉默了一會兒，他站起身來，朝楚昭蘭的方向走過去。楚昭蘭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素來冰冷的小侯爺，此刻眉宇間分明有一點不同尋常的溫度，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他走過來了，他朝他走過來了。小侯爺，蕭景恆經過他身側，沒有停，他徑直越過了他，走向了站在他身後廊柱邊上的我。我正靠着柱子嗑瓜子，見他走過來，抬了抬眼皮。蕭景恆看着我，眉頭微微擰了一下，好像在辨認一個很久以前見過的人。我們是不是見過？我把瓜子殼吐進帕子裡，衝他搖了搖頭。這一世我們確實沒見過。蕭景恆不記得前世的事，他只是對我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熟悉感，說不清從哪兒來的，卻讓他多看了我2眼。就這2眼夠楚昭蘭瘋的了。我剛回楚府，還沒來得及換衣裳，就被楚昭蘭堵在了院門口。他一把揪住我的袖子，勁大的差點把接縫扯裂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提前做了什麼手腳？他的聲音已经变了調，尖銳刺耳。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偷練了綠腰舞？你提前跳給他看啦？我看着他的手沒動。姐姐，你先把我袖子鬆開，這料子挺貴的。他不鬆，反而要撲上來撕扯。下一刻，房間的門被人從外面一腳踹開，我爹衝進來了，他身後跟着一對家丁，臉色青白交加。進門第一件事不是看我，而是指着楚昭蘭，把這個混賬給我綁起來。楚昭蘭被2個家丁按住，他拼命掙扎，哭着喊：爹爹，我做錯了什麼？我爹溺愛了楚昭蘭10幾年，他要星星不給月亮，要胭脂暗香買，闖了禍他頂多說2句便罷。楚昭蘭從來沒見過他這副模樣。你還敢問？你還敢問？我爹的鬍鬚都在抖，說話的聲音劈叉了。你在雅集上跳了什麼東西？綠腰舞啊！說出綠腰2個字的時候，他還帶着委屈，好像在說我辛辛苦苦練了3個月，您怎麼不誇我呢？我爹差點背過氣去。綠腰舞，你跳綠腰舞？你在雅集會上當着滿京城勳貴子弟的面跳綠腰舞？他每重複一遍，聲音就高一個調，到最後幾乎是在吼了。楚昭蘭完全不明白，她心心念念了整整1世的綠腰舞，學會了它，她就踏上了奔向愛情的康莊大道。上輩子的楚昭蘭是這麼告訴她的，可她不知道一件事：前朝覆滅時，我朝開國皇帝率軍攻入舊都，滿殿歌舞升平，舞姬們還在翩翩起舞，曲子還在奏，酒還在斟。皇帝站在殿門口，踩着滿地的血，看着殿中那些渾然不覺的舞姬，說了一句話：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。彼時舞姬們跳的就是綠腰舞。從那以後，綠腰成了亡國之舞的代名詞。朝廷雖然沒有明令禁止，但凡是有點腦子的官宦人家，誰敢沾這個？坊間青樓裡倒還在跳，花幾兩銀子點一支綠腰，那是風月場上的事，沒人計較。可楚昭蘭不是青樓女子，她是楚府的大小姐，是朝廷命官的女兒。她的一言一行不光代表她自己，還牽連着整個楚家的臉面和前途。楚府千金在本該輕談詩詞文章的雅集會上，當着幾十位勳貴子弟的面，盛裝跳了一支綠腰。往日也就罷了，偏偏趕上如今國勢動盪，北邊在打仗，西邊也在打仗，朝中主戰派和主和派吵成了一鍋粥。這個節骨眼上，誰家的女兒跳亡國之舞？難怪那些公子們跑得比兔子還快。他們不是不欣賞楚昭蘭的美貌，他們是怕被連累。今天坐在那裡多看了一眼，明天就有人參他們一本。誰家的公子於雅集之上觀賞靡靡之舞，府長叫好，不以為恥，誰擔得起這個？我爹在心疼楚昭蘭，這一回也保不住他了。當天晚上，楚昭蘭就被押進了宗祠，門從外面鎖上，一關就是7天7夜。我是第7天去看他的。推開門的時候，一股酸腐氣撲面而來。祠堂裡沒有窗戶，只有供桌上一盞長明燈，火苗細細弱弱的。楚昭蘭蜷在角落裡，7天沒怎麼吃東西，她瘦得脫了形，顴骨高高凸起，頭髮散亂的糊在臉上，那雙曾經流光溢彩的眼睛現在空洞洞的盯着某個看不見的地方。她沒注意到我進來，正對着空氣喃喃自語：你們去告訴父親，他冤枉我了，他冤枉我了。这支舞是趙姨娘叫我跳的，如果有問題，趙姨娘怎麼可能不知
知道，他怎麼可能不知道？他翻來覆去就是這幾句話，聲音嘶啞，像被磨鈍的刀刃。我在他面前蹲下來。趙姨娘或許真的不知道，楚昭蘭的目光終於聚焦到了我臉上。她自己不過是個坊間出身的舞姬，靠美色和手段被父親帶回府裡。她的上限就是做一個不出府門的妾室，眼界是有限的。綠腰舞這些年在青樓裡照跳不誤，她未必清楚官家小姐跳這個意味着什麼。我頓了頓，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。楚昭蘭的喉結動了動。趙姨娘其實知道，但她不得不賭這一把。這些年她打着楚府的旗號，在外頭做了不少見不得人的買賣，欠下的債不是小數目。一旦東窗事發，爹不會放過她，所以她需要你盡快嫁入高門，成為她新的靠山。至於你跳什麼舞，會不會惹出事來，她賭的是小侯爺看上你之後，一切都不是問題。楚昭蘭的嘴唇翕動着，良久，她搖頭，披散的頭髮跟着晃，她的聲音破碎：“不對，這不對，上一世你明明也跳了。”她死死盯着我。為什麼你跳了綠腰舞，就得到了蕭景恆的愛？為什麼？我看着她，眼前這個女人，上輩子光芒萬丈，把我踩在腳底下碾了一世，這輩子倒過來了。她縮在祠堂角落裡，眼睛紅腫，渾身發抖，說可憐也可憐，可我還是決定把真相告訴她。姐姐，你有沒有想過，蕭景恆愛我，其實根本就不是因為什麼綠腰舞。上一世我不願意跳綠腰舞，跟着趙姨娘長大不假，可我又不是真養在她裙下的金絲雀，只要有機會，我就偷偷溜去學堂旁聽，趴在窗戶底下聽先生講前朝興亡，本朝忌諱。綠腰舞意味着什麼？我比趙姨娘清楚得多，跳了不只是淪為笑柄那麼簡單。往小了說，楚家姑娘不知廉恥；往大了說，國難當頭，官宦人家的女兒公然以亡國之舞取悅男子，這頂帽子扣下來，整個楚府都得跟着陪葬。我拒絕了趙姨娘，她跪在我面前哭，眼淚掉得跟不要錢一樣。昭華，你爹又納了新的小妾進門，那小妾年輕，手段又多，這楚府眼看就沒有咱們娘倆的活路了。她抓着我的手，10根指頭攥得死緊。你聽我的，只要當着那些王孫公子的面跳這支舞，總會有人願意娶你回去。妻也好，妾也罷，總之在你跳不動之前，咱們總還有10來年的好日子過。10來年的好日子，這就是趙姨娘眼裡我全部的價值，一具能跳舞的身子，明碼標價，論年出售。我仍然搖頭。趙姨娘的眼淚說收就收了，臉上的表情變得很快，快到我還來不及反應，她已經拍了2下手。門外進來2個粗壯的婆子，拖着我身邊3個小丫鬟，最小的那個才11歲，嚇得臉都白了。趙姨娘拿起桌上的剪刀，在手裡翻了個個兒，語氣比方才哭訴時輕鬆得多。你不跳也好，左右活着也是沒意思，不如將這幾個陪你多年的丫鬟打死了，叫身邊的人先給你陪葬。她說這話時是笑着的。我見過趙姨娘各種各樣的面孔，撒嬌的、溫柔的、委屈的、哀求的，唯獨這張笑臉才是她真正的底色。放了他們，我跳。趙姨娘果然笑得更深了。這才是我的好女兒。3個小丫鬟被放開的時候，最小的那個還在哭。我把她拉到身後，沒有回頭看趙姨娘。雅集那日，我跳了綠腰舞，跳得很好。趙姨娘教了我10幾年的東西，哪怕心裡在抗拒，身體的記憶騙不了人。在我跳這支舞時，蕭景恆是厭我的，他坐在最遠的位置，全程沒有看我第2眼。對他來說，一個官家小姐在雅集上跳亡國之舞，無非2種可能，蠢或者賤，無論哪一種都不值得他多費目光。我跳完之後，沒有和在場任何人說話，也沒有什麼話可說了。該來的後果會來，該受的羞辱會受，我已經做好了準備。唯一讓我慶幸的是，3個小丫鬟還活着。我一個人去了後園，後園有一面白牆，牆根底下長着青苔，之前擺過幾盆芍藥，這會兒已經搬走了，只餘空蕩蕩的石台。我從袖中取出隨身帶的墨錠，在掌心研開，用手指蘸着，一筆一筆往牆上寫。不是愛風塵，4倍前緣物。這是嚴蕊的詞，一個身不由己的女子寫下的詞。我寫完最後一筆，端端正正的在牆前站了一會兒，然後從腰間解下汗巾，繫在了牆邊的橫梁上，繩結打得很緊，我試了試，撐得住。腳下的凳子踢開時，我聽到了身後的腳步聲。蕭景恆趕來的時候，我已經掉了上去，他抽刀斬斷了白绫，我摔下來，被他接住，又被他扔在了地上。說扔一點都不過分，他一只手剛把我放下，另一只手已經掐住了我的肩膀，五指用力，疼得我眼前發黑。你瘋了？他的聲音是冷的，和他的臉一樣冷，但掐着我肩膀的那只手在抖。我咳了幾聲，嗓子被勒出了紅痕，說話帶着嘶啞。與你無關。你死在這裡，明天所有人都會說是雅集逼死了人，你猜我要不要替你收場？真是冷酷的理由。他不是來救我的，他只是不想惹上麻煩。我當時是這麼想的，後來我才知道，蕭景恆跟着我到後園，是因為他看到了我跳完舞後的眼神。滿場的人都在竊竊私語，在嘲笑，在鄙夷，在急着撇清關係，唯獨我面上一片平靜，那種平靜不是心大，是心死。蕭景恆見過那種眼神，戰場上決定赴死的士兵就是那種眼神。他扶我站起來，看到了牆上的字。蕭景恆站在那面牆前，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為他走了，
才聽到他開口：不是愛風塵，似被前緣誤。他把這句詞念了一遍，聲音很輕。所以你是被逼的？我沒有回答。他轉過身，看着我脖子上的紅痕和肩膀上被他自己掐出來的指印，他的表情很複雜，大約是想說抱歉，但蕭景恆這個人不太擅長道歉。最終他只說了一句：以後別做這種蠢事。第二天，雅集上所有在場的公子小姐都收到了宣平侯府的帖子，帖子寫得很客氣，大意是：昨日雅集盡興，席間種種不足為外人道，望諸位守口如瓶。客氣歸客氣，帖子末尾蓋的那枚侯府印章比任何威脅都管用，沒有人敢在外面提起我跳綠腰舞的事。1個月後，我做了一根劍穗，托人送到了侯府，沒有附信，沒有署名。蕭景恆收到後，差人送回來一套文房四寶，也沒有附信，也沒有署名，但全京城用得起那種誠心堂紙的，統共不超過3家。後來他帶着那柄寄了我劍穗的佩劍上了前線，我用他送的文房四寶在大後方寫了很多信，一封都沒有寄出去。不是不想寄，是信的內容太丟人了，什麼昨夜又夢見你，什麼城南的桂花開了，想分你一枝，通篇讀下來，酸得我自己都受不了。我把那些信全塞進了匣子底下，發誓永遠不讓任何人看到。蕭景恆戰勝歸來那日，全城百姓夾道歡迎，他騎着馬走過長街，鎧甲上還有沒擦乾淨的血漬，直到走到楚府門前，他才勒住了馬。3書6禮，求娶於我。婚帖是他親筆寫的，字很好看，比我用手指頭在牆上寫的那些強了不知多少倍。上面寫着願聘汝為婦，永結同心。可我們沒能永結同心。前世蕭景恆從前線趕回來時，楚府東院已經燒成了一片焦土，他翻遍了廢墟，只找到了我被大火燒得漆黑的屍骨，旁邊還有一隻半焦的木匣，匣子打開，裡面是一沓寫滿了字的信紙，邊角燒卷了，但中間的字還認得出幾個：城南的桂花開了，想分你一枝。聽說蕭景恆在廢墟裡跪了一整夜，第二天他走出楚府大門，天光大亮，街上的人都朝他行注目禮，有人在背後小聲議論，說宣平侯的未婚妻沒了，真可惜啊！百戰百勝的宣平侯世子走在長街上，步子散了，脊背也塌了，流水般的媒人來侯府，勸他節哀順變，為他介紹新人。有大膽的媒婆拍着胸脯說：世子這般年輕，何愁找不到更好的？蕭景恆沒有發火，他把那些媒人一個一個請出去，關上府門，然後獨自去了京郊佛寺。那座佛寺建在山頂，3000級石階從山腳蜿蜒而上。蕭景恆沒有走，他跪在第1級台階前，磕了一個頭，西行至第2級，再磕一個頭。3000級台階，3000個頭，從清晨磕到日暮，石階上一路血痕。等他磕到山頂的時候，額頭上的皮肉已經翻開了，血糊住了眼睛。他伸手擦了一把，把長明燈點燃，啪一聲跪在了佛前。不是愛風塵，似被前緣誤。花開花落自有時，總是東君主。去也終須去，住也如何住？若得山花插滿頭，莫問無歸處。他不會背太多詩詞，翻來覆去就只會我寫在牆上的這一首。念到最後一句時，蕭景恆哭了。我沒見過蕭景恆哭，前世今生加在一起，他從來不掉眼淚。但那天他這個人做了什麼從來不說，說了什麼也未必去做，偏偏在最要緊的事上，他閉嘴閉得比蚌殼還緊。是陳一大師告訴我的。那夜他在大夫人房裡敲了整晚的木魚，天蒙蒙亮時起身告辭。我送他到門口，他走了幾步，忽然停下來回頭，月色還沒有完全褪去，他站在青石路上，看上去清瘦又單薄，但笑起來的時候眉目很溫和。姑娘，我的苦在於生離，那個救了你重生的人，他的苦在於死別。他望向天邊將明未明的地方，輕聲道：好在如今你們有重見的機會，請務必珍惜這段緣分。說完，他朝我合了一掌。陳一大師自己愛別離，求不得，舍了半生，可他仍然願意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。我忽然覺得這世上的深情有很多種，蕭景恆的是一種，大夫人的是一種，陳一大師的也是一種，他們各有各的痛，各有各的執念，卻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成全別人。宗祠裡，楚昭蘭還在呆呆地看着我，她的嘴唇開合了幾下，似乎想說什麼，又不知道該從哪句開始。我蹲下來和她平視。你明白了嗎，姐姐？你以為我得到的一切是因為一支舞，一副好皮囊，一個恰到好處的時機，所以你拼命去學那支舞，拼命打扮自己，拼命制造和他相遇的機會。可是你不懂，所謂的歌舞才藝，博得的不過是一時的寵，而愛從來都不是那麼簡單的東西，它需要2顆心的相知相許。他看到了我的苦，我承住了他的冷，我與他結緣，或許是因為那一支綠腰舞，但他愛上我，恰恰不是因為綠腰舞。楚昭蘭的眼淚掉了下來，不是前幾次那種氣急敗壞的哭，是安安靜靜的。絕望的，終於明白過來的苦。我沒有安慰他，有些事情不是安慰能解決的，自始至終結局都不會有任何改變。他不愛你，不是因為別的原因，只是因為你不是我。這話殘忍，但比起讓他揣着一個永遠不可能實現的妄念活下去，殘忍反而是最後的善意。我站起來，拍了拍裙上的灰。不過我還是該謝謝你。楚昭蘭抬起頭，我認真看着他。如果不是你鬧着要和趙姨娘換，我就不會被大夫人收養，不會讀那麼多書，不會懂那麼多道理，更不會知道陳一大師的故事。所以我這一世的幸福安穩，全要多謝你的成全。我說的每一個字都是真心話，可正因為是真心話，
才格外扎人。楚昭蘭张了张嘴，最后什麼都沒說出來，只是把頭慢慢埋進了膝蓋裡。楚昭蘭瘋了，倒不是真瘋了那種瘋，是一個人被逼到了絕路，發現前路後路全部堵死之後，心裡那根一直繃着的弦終於斷了。他在夜半時分逃出了宗祠，看守的家丁後來戰戰兢兢地跟我爹交代，說楚大小姐不知怎麼就解開了繩子，等他們發現椅子上空了的時候，人已經跑出去老遠了。他直直奔去了趙姨娘的屋子，門被撞開的時候，趙姨娘正在算賬，桌上鋪了滿滿一桌的欠條和當票，說是在外頭做生意欠下的，拆東牆補西牆補了好幾年，窟窿越來越大，眼看堵不住了。楚昭蘭一把掀了那張桌子，趙姨娘還沒反應過來怎麼回事，脖子已經被掐住了。我以為整整2世，楚昭蘭最恨的人是我，到頭來才發現她恨我至多是恨一個搶了她心上人的情敵。但趙姨娘不一樣，趙姨娘是騙了她的人。前世侯府來求娶我的時候，趙姨娘跑到大夫人院子裡去耀武揚威。那天大夫人正在抄經書，手邊放着一碗涼透了的藥，趙姨娘踩着繡花鞋進去，也不行禮，往椅子上一坐，翹着蘭花指拈了顆蜜餞。姐姐別怪我多嘴，昭華跳了我教她的綠腰舞，小侯爺對她一見鍾情，不是我誇口，誰學了這支舞，誰就能抓住天下男子的心。可惜姐姐的昭蘭呀，則沒學過。大夫人沒有理她，但跟在大夫人身邊的楚昭蘭聽到了，一個天真的被保護得太好的姑娘，聽到了一個經驗豐富的姨娘說出的秘訣，便把它當做了顛撲不破的真理，從此種下了執念。這一世重來，她為了學到這支舞，甘願被換到趙姨娘身邊，忍受了10幾年的搓磨利用，吃了數不清的苦頭，全白費了。楚昭蘭掐着趙姨娘的脖子，嗓子都喊劈了：“你騙我！你從頭到尾都在騙我！”趙姨娘被掐得翻白眼，一腳把楚昭蘭踹開，揉着脖子咳了半天，緩過氣來後，竟也不怕，反而指着楚昭蘭罵：“你衝我發什麼瘋？沒出息的東西，自己沒本事得不到男人的心，倒怪起我來了。”她越罵越來勁，聲調拔得老高。倘若當初我收養的是壞丫頭，她現在早嫁進侯府了，我哪至於落到這步田地？是你沒用，你什麼都沒用。楚昭蘭聽到這話，整個人愣了一瞬，然後她笑了，那個笑容讓趙姨娘後退了一步，兩個人廝打在一起，摔了瓷瓶，撞翻了屏風，妝台上的首飾盒子噼里啪啦掉了一地，燭台是最後倒下的，蠟燭滾進了鋪在地上的帳幔裡，火苗竄起來的速度很快，等院外的下人聽到響動趕來時，整間屋子已經燒了起來。趙姨娘那些欠條和當票，連同那些鑲金嵌玉的擺設，火舌一捲，什麼都不剩，熊熊大火燒了大半夜才滅。第二天清早，下人們從廢墟裡抬出了2具屍首，趙姨娘和楚昭蘭死在了一起。我爹站在院子外面，看着被燒塌了半邊的房梁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後他說：“收拾了吧。”就4個字。不過短短幾個月，那間燒毀的屋子便重新修葺好了，雕梁畫棟，比之前還氣派。新入府的姨娘住了進去，據說那姨娘昆曲唱的一絕，是我爹花大價錢從戲班子裡贖出來的。那姨娘入府沒幾天，就在後花園裡支了個戲台，請同僚家的女眷來聽她唱《牡丹亭》。唱罷，滿座叫好，姨娘笑得眉眼彎彎，對旁邊的人說：“別怪老爺這樣寵我，若有誰能將這首《牡丹亭》唱得像我一樣好，誰便能抓住天下男子的心。”我恰好路過，聽到這話，腳步頓了頓。同一間屋子，同一種論調，同一副做派，換了一個人，一切又重新開始了。楚府的爛糟事再與我無關了。1年後，我與蕭景恆正式成親。出嫁那日，楚府上下張燈結綵，熱鬧得不像話。我爹難得穿了身嶄新的袍子，站在正堂前，逢人就笑，逢人就敬酒。我穿着大紅嫁衣，在內堂拜別高堂。大夫人坐在上首，她的病已經好了大半，氣色紅潤了些，但身子仍然弱，坐久了會喘。嬤嬤在旁邊端着參湯，她擺了擺手，沒喝。按照規矩，這時候她應當說些體面的叮囑，比如到了夫家要侍奉夫君，孝順公婆，比如舉案齊眉，相夫教子。大夫人張了張嘴，又閉上了。她看着我，看了很久。廳堂外鑼鼓喧天，崔莊的丫鬟進來了又出去，出去了又進來，急得團團轉。大夫人全不理會，她起身走到我面前，替我理了理嫁衣的領口，手指在我髮間的金步搖上停了一下，末了她輕輕道：“昭華，你要快樂。”短短6個字，不是訓誡，不是叮囑，不是任何一種母親對出嫁女兒該說的場面話，那是她前半生沒有得到的東西，所以她把它當作此生最重的祝福給了我。我跪下來，結結實實磕了3個頭。起身的時候，大夫人已經別過臉去了。嬤嬤遞了帕子過去，大夫人沒接，她就那樣別着臉，用袖子飛快地開了一下眼角，動作很輕很小，但我看到了。娘，等女兒在侯府安頓好，第一個就接您過去住。大夫人轉回頭瞪了我一眼，胡說，哪有出嫁的女兒往婆家帶娘的？那我就天天回來看你。成親第1年就往娘家跑，也不怕人笑話。那行了行了。大夫人拍了拍我的手，吉時快到了，別讓人家等急了，去吧。我出了門，蓋頭壓下來，眼前一片紅光，花轎起來的那一刻，我在蓋頭底下笑了。鑼鼓聲裡，我聽到大夫人在身後喊了一句：“慢些走路上當心。”聲音不大，但我一個字都沒有漏聽。送走我後，大夫人將一紙準備好的和離書放在我爹面前，我爹驚呆了，震驚過後是狂怒，他一巴掌拍在桌上，茶盞都震得跳起來。沈靜書，你瘋了嗎？沈家不可能允許你和離。大夫人點點頭，的確如此。
所以我已經回過一趟沈家，和他們斷絕關係了。我爹睜大了眼睛，他不敢相信一個女人跟夫家和離，跟娘家斷絕關係，她該怎麼在這世上生存？半晌，我爹恍然大悟，他指着大夫人，指尖哆嗦。我懂了，你是看你女兒傍上了宣平侯府，覺得自己有靠山了是吧？大夫人莫名其妙地看了眼我爹，那個眼神我太熟悉了，就是他教我管賬時，我把3000兩銀子繼承了300兩，他抬起頭看我的那種眼神。我需要什麼靠山？若說財產，這些年我經營下的產業，足以讓我8輩子吃穿不愁。你們楚家跟沈家加起來都沒有我富。我爹張了張嘴，沒接上話。若說安全，大夫人拎起那把在他房中放了近20年的宝劍，拔劍出鞘，血色的寒光照亮了室內。老爺，與其操心我，不如擔心你自己。我爹看着那柄劍，臉上的表情很精彩。他大概這輩子都沒留意過，自家正妻房裡那把落灰的舊劍，竟是削鐵如泥的利器，就跟他從沒留意過這個女人一樣。大夫人終於離開了他生活了10幾年的楚府，他將財產清算得乾乾淨淨。楚府的東西，他絕不貪一文，而他自己置辦的那些田產鋪子，楚府也絕別想沾到半點便宜。賬本擺出來，條條清晰，筆筆分明。我爹請來的賬房先生查了整整3天，愣是挑不出一個錯處。走的那日，吳媽媽說，大夫人穿了件素色的衣裳，頭上只簪了一只白玉簪，沒回頭看楚府的大門一眼。倒是門口守了10幾年的老門房忍不住抹了把眼淚。夫人慢走。大夫人停了步，回頭對他點了點頭。這些年辛苦了，往後照顧好自己。說完便上了馬車。我爹被他氣得病倒在床上，等好不容易病好了，發現府裡已經衰落得不成樣子。主母走了，剩下那幫嬌艷妾室，全都是只知道花錢不知道省錢的主，讓他們爭寵，一個個智計層出不窮，讓他們管賬，個個兩眼一抹黑。廚房的銀子對不上，庫房的綢緞少了3匹，後花園的花匠跟管事吵了一架，撂了挑子不幹了。我爹焦頭爛額之際，新納的那個會唱昆曲的姨娘又跑來鬧，說隔壁房的姨娘多分了1匹料子，他不服氣，非要老爺評理。我爹頭疼得厲害，他這才想起從前這些瑣事從來不曾到過他面前，賬是誰管的，下人是誰理的，妾室是誰彈壓的，都是沈靜書。他沒辦法，想着另娶續弦。可京城中但凡好一點的人家，早就聽說了他寵妾滅妻的光榮事跡，根本不願將自家女兒嫁過來受這個委屈。有個媒人話說得直白，楚老爺，您也別怪我多嘴，人家姑娘的爹親口說了，他閨女又不是去火坑裡修行的，做什麼要嫁到你們楚府？我爹沒辦法，只得重新求到了大夫人面前。他備了禮，換了新衣裳，甚至還讓人替他理了禮鬢角。到了大夫人新宅院的門口，先對着吳媽媽賠了半天笑臉，才被領進去。夫人，過去是我不對。他說這話時腰彎得很低，語氣也恳切，活脫脫一個浪子回頭的做派。我後悔了，我並不想跟你和離前塵往事盡數抵消，你跟我回去吧。從今往後，你仍是我楚府的主母，再無人能越過你。大夫人坐在主位上喝茶，茶是明前龙井用剑窑吐好擀成的。她慢慢喝完一口，又慢慢放下杯子，半晌把剩下的茶往我爹腳下一潑，我爹的新靴子濕了大半截。這屋子近來風水不好，怎麼總進些邪祟？大夫人道。吳媽媽有空的時候，請道士來做一做法事吧。吳媽媽忍着笑，是夫人。我爹臉色青一陣白一陣，嘴唇抖了幾下，想發作又發作不出來。吳媽媽客客氣氣地將他往外請，那架勢比趕蒼蠅還禮貌，比趕蒼蠅還堅決。他離開後，大夫人轉臉看向屏風後，行了，出來吧。我笑嘻嘻地走了出來，手裡還捏着一塊沒吃完的桂花糕。他白了我一眼，愈發沒規矩了。那到底是你親爹，你連出來跟他見一面都不願意，就這麼躲着看他笑話。誰愛我，誰才是我的血肉至親。我把桂花糕塞進嘴裡，含混不清地說，當初為了一根簪子要打死我的親爹，誰愛要誰去。大夫人瞪了我一眼，吃完了再說話。我趕緊嚼了2口咽下去，又倒了杯茶順了順。娘，您方才泼茶，那下真好看。少贫嘴。所以每到了回娘家探親的日子，我也都是來找大夫人，從來不去楚府。萧景恆知道這件事後，只說了4個字，應該如此。他每回還讓人備上厚禮、點心、綢緞、藥材，一樣不缺。大夫人嘴上說他破費，但下回若是禮送薄了，他是要挑眉的。大夫人的新宅子不大，布置的也簡素，房中只有1頂香爐、1尊佛像。可我已經識貨了，我知道那香爐中燒着的沉香比燒金子還貴。牆上那幅5款的山水是前朝義士的真跡，窗邊那只青玉花瓶是他當年陪嫁裡最不起眼的一件，擱到外頭購買半條街。她一直都是隱藏的富婆，只是懶得顯擺，而世人往往缺乏見識，總將珍珠當作榆木。大夫人洗了手，在佛前焚香，仍然是那副冷冷淡淡的模樣。她背對着我，頭也不回。講講你在侯府的近況。已是侯府主母的我，立刻又變回了那個被老師拷問功課的學生，半點不敢掉以輕心，背都挺直了幾分，垂手會報道。自我執掌中饋以來，商鋪、宅邸、鋪面都已清點完畢，府中下人治理得當，個別刁奴皆被處置，小懲大戒，以儆效尤。同時，我得到消息，陛下即將與西域通商，因此我提前用嫁妝置辦了馬匹、茶葉、絲綢、瓷器，更準備在官道附近勘察位置開設客棧。未來這些收益不入侯府公賬，皆作為
為女兒的立身之本。我自認為交出了一份不錯的功課，至少比當年把3000兩繼承300兩強多了。大夫人卻悠悠道：誰問你這些了？啊，她轉過身看着我，室內安靜了很久。大夫人嘆了口氣，這些教過的東西，我自然知道你學得很好。我不放心的是那些我沒教過的。我愣了一瞬，然後明白了，低下頭，耳根先紅了，接着臉頰也紅了。他待我很好，聲音越來越小。跟他在一起，我每天都高興。大夫人看了我一會兒，10幾年來，我頭一回在她臉上看到那種笑，不是滿意，不是欣慰，更不是教導者對學生的認可，那是一個母親看見女兒過得好，發自心底的放鬆的笑。她曾告訴我，身為女子，錢和愛總要占一樣。現在換作我來告訴她，又何妨貪心一點，兩樣全都要呢？大夫人沒接話，目光移向窗邊，那裡有一隻青玉花瓶，裡面插着一支新折的紅梅，開得正盛。我來的時候，花瓶還是空的。窗外夜色漸濃，月光鋪了滿地，有灰袍的僧人背着花鋤慢慢走到窗下，花鋤上擔着幾枝剛剪下的梅花，還帶着露水。月色下，他長長的行了一禮，大夫人起身隔着窗也行了一禮，两個人沒說話，什麼都沒說。但那枝紅梅從花鋤上取下來遞進窗內的時候，僧人的手指微微顫了一下，大夫人接過去插進花瓶裡。我忽然覺得鼻子有點酸，透過那株怒放的紅梅，我望向遠處庭院，恍惚間好像看見了很多年前的兩個人，少年將軍意氣飛揚，少女站在城樓上送行。等我戰勝歸來，就娶小樹。好，那你可別讓我等太久。其實等太久也沒關係的，10年也好，20年也好，一輩子也好，因為不管世事怎樣變遷，山河怎樣改易，相愛的人總會再相逢。哪怕一個在佛前，一個在紅塵，哪怕一個植花鋤，一個焚沉香。那枝年年歲歲送到窗前的紅梅，開了又落，落了又開，自此千山無悔，萬水相隨。